你知道在三国中什么武器最强吗？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说吕布的方天画戟、关羽的青龙偃月刀，还有张飞的丈八蛇矛。但我想说，这些武器在三国中都不能挤上前列排名，而且吕布的方天画戟甚至都在倒数。为了给大家带来良好的观感，我收集了三国的大量资料，盘点出前12位武器，现在一一为大家奉上。排在最后一位的是诸葛连弩，相信这件武器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虽然它能一次性发射出10支弓箭，进攻性极强，但缺点就是体积重量太大，单人作战根本无法使用，而且还很难开弦，必须要用脚踩着，然后用很大的腰力才行。显然普通人根本掰不动，因此诸葛连弩主要用来防守城池和营寨。第11，九环刀，它整体的外形和普通的大砍刀一样，只是背后多了9个刀环，其威力可比砍刀猛多了。相信大家在其他影视剧上也看到过此刀，大多数用于步战。它在三国中是许褚的佩刀，这把九环刀在他的手上，人挡杀人，所向披靡。许褚就是用这把刀把马超杀了个天昏地暗。第10，古定刀，古定刀是孙坚的传家武器，其刀锋异常锋利。在小说中有这么一段话，形容孙坚的古定刀：果赤泽，跨花鬃马，横古定刀。有专家从这个横字推测出，这把古定刀大约长120厘米左右。孙坚在泗水关时用的就是这把刀，可在他死后，孙策就把刀转送给了周瑜。第9，虎头战金枪，作为武将马超的武器，枪头为黑金虎头形，枪杆整体不仅是由精铁制成，而且还镀了金，枪尖更是使用上好的白金铸成，削铁如泥，灵活多变，是该武器最值得称赞的地方。而马超本身就枪法一流，再配上虎头战金枪，每次在战场上都将敌人杀得片甲不留，也曾对曹军造成极大的威胁。原来在三国武器排行中，方天画戟的名次竟然这么低。第8，雌雄双股剑，这是刘备起兵时请良将用并铁打造而成的一鞘双剑，据说2剑可以合为一把宝剑使用，而刘备主要使用于指挥军队，因此雌雄双股剑也被称为百兵之君，就是君主的意思。但这把剑似乎没有见过血，所以它也是三国时期最为纯洁的一把兵器。第7，方天画戟，它是吕布的专属武器，属于重兵器，和矛、枪等轻兵器不同。方天画戟使用复杂，功能多，需要极大的力量和技巧才能完美的掌控它，所以方天画戟在普通人手里或许就如废铁一般，完全不能将它发挥到极致。因此在吕布手中的方天画戟一定是唯一一个能让三国中无数英雄豪杰甘拜下风的武器了。但是光从武器本身上看，方天画戟的缺点还是很致命的，因此排在第7。第6，丈八蛇矛，作为张飞的武器，很多人并不陌生，矛长1丈8寸，还有游蛇状的刃部，因此被称作丈八蛇矛。长矛通体用并铁打造，重达50多斤，在攻击时，丈八蛇矛的攻击路线不易被识破，而且还能影响敌人的攻击视线，属于三国中的上等兵器。而在张飞的手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排在第6，毋庸置疑。第5，双铁戟，它是典韦的武器。双铁戟顾名思义，分为2支，左手重39斤，右手重41斤。虽然只是用普通的并铁打造，但在力量超凡的典韦手上却耍得异常丝滑，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无论是攻或防都能起到巨大作用。而典韦之所以会死，很大的原因就是有人偷走了他的双铁戟。若兵器在手，像典韦武功盖世，又有几人能奈何他？你知道三国武器最强排行吗？今天他来了。第4，七星宝刀，原为司徒王允所有，后曹操刺杀董卓时，向王允借刀行刺，此刀削铁如泥，小巧轻便，是他最大的特点。也正是凭借此刀，曹操成为了世人所熟识的一代枭雄。这件兵器是刺杀突袭的不二选择，如果在一流武将的手中，必是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刃。可惜曹操行刺失败，献给了董卓。不过在最后，曹操还是夺回了宝刀。第3，龙胆亮银枪，它是古代10大名枪之一，也是三国第一枪神赵云的主武器。长坂坡一战中，赵云凭借着龙胆亮银枪和青钢剑，在100万曹军中7进7出，杀死曹魏50多名战将，从这就足以看出这把枪的威力。再从外观来看，龙胆亮银枪有215厘米之长，刀刃锋利银亮，是由炼花纹钢锻造，纯手工研磨而成，因此它的硬度非常之高，而重量也只有6.5斤。这样锋利而又灵活的兵器，在赵云的手里更是耍得游刃有余。排在第3，实至名归。第2，青龙偃月刀，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冷艳锯。作为关羽的佩刀，整体刀长9尺5寸，重量更是有82斤之重，加上刀身的攀龙吞月图案，让人自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关羽用此刀斩杀了不少一流武将，因此后世也称青龙偃月刀为关刀。传说中，在打到这把刀时，快完工之际，突然天空滴下1780滴鲜血，那便是青龙的血，所以就有了青龙偃月刀之名。
第一，倚天青钢剑，这是曹操的2口宝剑，他们并称绝世双剑，削铁如泥。青钢剑为佩剑将军夏侯恩携带，之后在长坂坡被赵云夺去。赵云凭借青钢剑的威力怀揣阿斗，单骑救主，所向披靡，无人能打。青钢剑也由此一战，成为天下人无不敬仰的绝世利器。而倚天剑自然也是锋锐无比，可削金断石，是曹操的贴身佩剑。就连一代诗仙李白也是这么评价他的：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由此不难看出，倚天青钢这2口宝剑威力确实不一般，排在第一无可厚非。好了，本次的排行就此结束。你对我这个看法有什么问题呢？如果有，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希望能收到你的反馈。关注我，下期为你带来更精彩的排行。